每次一刷到社交平台，看到那些在评论区里指点江山的键盘侠，我总觉得有点无奈。咱们今天不聊虚的，就踏踏实实聊聊赛车。这玩意儿真不是靠敲敲键盘、剪几段短视频、背几个专业名词就能懂明白的。很多平时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的车评博主，一到真刀真枪的赛道上，连最基本的蓝旗规则、轮胎衰减曲线、进站窗口策略都说不清楚，纯属纸上谈兵。真正的赛车场从来不是给明星作秀的 T 台，而是一座充满未知、考验反应与意志的修罗场。就拿2026年 China GT 上海站来说吧，那场面，光是站在维修区通道里，听着 V8 引擎的咆哮和热熔胎摩擦地面的尖笑，你就能瞬间明白什么叫肾上腺素飙升。其实我一直觉得，赛车这项运动最迷人的地方，恰恰在于它的绝对公平与不可控。引擎不认流量，弯道不看出身，秒表只记录真实。那些试图用话题度去衡量赛场表现的人，可能永远体会不到方向盘握在手里，心跳与转速表同步时的那份纯粹。赛道上的每一毫米，都是拿汗水和敬畏心一寸寸亮出来的。这届上海站的规模，刷新了不少人的认知。57台赛车，108位车手同场竞技。GT3 组别的阵容里，既有在国内拉力、场地赛里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将，也有拿着国际冠军头衔来的海外高手。你别看 China GT 名字里带着地域标识，这赛事的竞技强度、规则制定、安全标准，早就跟国际汽联的规范严丝合缝的接轨了。起步那一瞬间，100多匹马力同时释放，车尾气流搅动，超车、防守、走线，每一个动作都容不得半点迟疑。这种节奏，说句实在话，一点不比 F1 那种每秒都在重写物理定律的极限拉扯逊色，只是它更贴近耐力、策略与机械可靠性的综合博弈。我常跟朋友说，看赛车不能光盯着谁第一个挥方格旗，你得看懂车队无线电里的指令，看懂刹车温度的热管理，看懂车手在混战中的线路选择。China GT 能吸引这么多国际车手和本土精英同台，本身就说明了这项赛事的专业度在实打实的往上走。流量会退潮，但硬核的竞技环境只会越沉淀越有味道。真正的赢家早就懂在数据里找答案，把镜头拉回到85号赛车。王一博这次搭档的是马来西亚老将 Melvin Mo， 开的是一台全新的梅赛德斯 AMG GT3 Evo， 代表 Uno Racing Team 出征。赛前测试阶段，他跑出2分02秒332的成绩。说实话，这个圈速放在 AM 组别里是相当能打的，说明他对新车的底盘反馈、刹车点、出油门的时机已经摸得很透了。正赛从第25位发车，起步不算靠前，但他没急着上头去缠斗。第二圈直接刷出2分03秒171的个人正赛最快圈，节奏稳得吓人。更考验人的是比赛中段，后车追尾，左后悬挂直接受损，赛车动态瞬间失衡，转向不足和尾部滑动同时出现。换作心理素质差点的人，可能早就方向盘打滑或者情绪崩溃了。但他没慌，收油、修正方向，保持循迹，一圈圈硬是拖着伤车把比赛跑完，最终拿了 GT3 AM 组第4，全场第16。看到悬挂受损那段回放，我心里都替他捏把汗。赛车不是电子游戏，没有重置键，能在机械故障和车流夹击下保持冷静，靠的不是运气，是实打实的肌肉记忆和赛场经验。很多人只盯着最终排名，却忽略了他在逆境中展现的遇强则强。职业赛车手的底色，从来不是顺境里的风驰电掣，而是突发状况下的临场决断。很多人以为赛车是一个人的英雄主义，其实大错特错。一台赛车背后是工程师的数据分析、策略师的进站规划、技师的连夜调教，还有队友之间的默契配合。Melvin Mo 这老哥，20多年的职业赛车生涯，耐力赛的奖杯拿到手软。他这次不仅是队友，更像是个赛道导师。从熟悉 AMG GT3 Evo 的电子限滑系统，到长距离比赛中的轮胎管理、燃油策略，再到高压车流里的跟车线路，他都在无线电里一点点给王一博拆解。王一博也清楚自己的位置，赛前训练没少流汗，比赛中遇到盲区被前车阻挡，他都是先稳住节奏，再找机会，绝不盲目冒险。这种老带新的传承，在赛车圈太常见了，也太重要了。我特别欣赏这种团队氛围。赛车从来不是单打独斗，它是系统工程。Melvin 的经验加上王一博的执行力，才让85号赛车在混乱中保持竞争力。有时候懂得听劝和配合，比一味逞强更能走远。职业赛场的成熟，往往就体现在这些无线电里的简短对话和毫无保留的信任上。
没有完美的个人，只有互补的团队。这话放在赛道上，真是字字珠玑。其实对王一博来说，完赛那一刻的松一口气，可能比冲线时的欢呼更真实。他自己在赛后交流里也流露过，比起名次，他更享受跟顶尖车手同场切磋的过程，享受那种把训练成果一点点兑现到赛道上的成就感。他的粉丝群体这次也展现出了难得的成熟。没有铺天盖地的必须拿冠军、必须连续超车的饭圈话术，更多的是平安完赛就好，慢慢来，安全最重要。大家都明白，赛车不是短跑，天气突变，安全车出动，机械偶发故障，任何一个变量都能改写结局。再加上他本身工作安排就满，能挤出时间做体能、跑模拟器、下场测试，已经是对这项运动最大的尊重。说实话，看到粉丝能有这种心态，我挺欣慰的。体育竞技最忌讳的就是把娱乐圈的打榜逻辑硬套到赛道上。赛车是圆的，什么结果都可能发生。真正支持他的人应该懂得分寸，懂得把期待转化为陪伴。王一博需要的不是舆论场上的造神，而是能让他心无旁骛，握紧方向盘的空间。健康的观赛文化才是对车手最好的保护。你去看专业解说席和车队工程师的复盘，就能明白为什么业内对他的认可度越来越高。有人夸他每一圈都在修正走线，圈速曲线是往上走的；有人赞他旧车动作教科书级别，反打方向不拖泥带水，重心转移控制的极其自然；还有人说他让 China GT 的直播观看量和现场上座率翻了倍，连平时不关注赛车的人都开始讨论悬挂几何和刹车热衰减。这不是靠营销号买热搜能换来的，是实打实用方向盘和油门踩出来的关注度。专业的人看门道，他们一眼就能分清哪些是摆拍式玩票，哪些是真金白银砸进训练和比赛里的热爱。我总觉得，一项相对小众的运动要真正破圈，光靠情怀不够，得有人真正俯下身子去尊重它的规则。王一博没有要求特殊待遇，该排队测试就排队，该听工程师调教就听调教，该面对失误就面对失误。这种去明星化的职业态度，反而让 China GT 的专业形象立住了。流量可以带来一时的眼球，但尊重和专业才能留下长久的口碑。懂车的人早就看透了胜负之外的东西。那些还在键盘上敲他就是靠流量蹭热度的人，说实话，建议先去查查 GT3 组别的参赛门槛，看看 AMG GT3 Evo 的采购与维护成本，再了解一下国际汽联的执照考核流程。赛车圈认的是数据，是圈速，是维修区里的汗水，不是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数。经验这东西买不来也装不出，只能一圈圈跑出来。前辈的指点是捷径，但真正的路还得自己踩。如果真心爱赛车，就别光停留在嘴上的懂车，去看看遥测数据，去听听车队无线电，去理解一次进站换胎为什么能决定比赛走向。热爱不是喊口号，是像他一样，把每一次练习，每一场比赛都当成跟自己的对话。星号我常跟圈外朋友解释，赛车手的成长曲线从来不是直线上升的，而是螺旋式的。今天可能因为抓地力不足慢 0.5 秒，明天就能通过刹车点微调抢回来。键盘侠的喧嚣终会散去，但赛道上的轮胎印会留下。真正的赢家从来不是那个喊得最响的，而是那个摔倒了还能爬起来，拍拍灰尘，继续握紧方向盘的人。把热爱落到实处，比什么都强未来的路还长。 China GT 的赛程还会一站站跑下去，王一博的方向盘也还会一次次转动。对他而言，初心没变，安全永远是底线，快乐是动力，进步是目标。不跟别人比，只跟昨天的自己比。赛车运动最纯粹的魅力就在于此，它不承诺童话般的结局，但只要你肯付出，肯敬畏规则，肯在逆境中保持专注，赛道就一定会给你最真实的反馈。写到最后，我突然觉得，赛车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浮躁，也照出坚韧，照出捷径的诱惑，也照出坚持的价值。王一博这次的表现，或许不是最耀眼的冠军剧本，但绝对是一份扎实的成长答卷。懂车的人早就看透了胜负之外的东西。下一站，咱们赛道见。平安完赛，持续进化，这才是属于赛车手真正的赢家时刻。